面对着全国的青年才俊演讲呢，就是有压力。曹董事长也72岁高龄了，还年轻，还年轻。这位传奇的企业家，马路上跑的汽车，每5辆车里面有4辆车的玻璃就是出自于他的工厂。40年，他为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的梦想而努力。他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当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他一部车卖我们几千美金，他一片玻璃可以卖你2、3千块美金，你等于欺负我们中国人不行。我认为这个东西中国人必须做。敢担当，讲实话，不迎合。他是有个性的企业家。有的人说：“哎，曹德旺没有文化。”我说：“no，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文化。”执着于梦想，坚定于目标，40年笃定前行，他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出问题完以后呢，骂政府不来救我，你跟我冷静一点，自己救自己吧。如果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做到些什么？我的时代答卷，本期演讲者曹德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开讲开始之前，我先考考在座的各位，用“心”这个字来组词，看看大家都能组出什么样的词。决心、恒心、耐心，是吧？苦心、爱心、热心、关心。哎，还有观众威胁我小心。不管怎么样。这些词太多了，但我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是因为这是真的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一对父子之间的对话。当时是孩子问父亲，说如果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做到些什么？父亲当时就问了孩子这个问题，说你能把“心”这个字组出多少不一样的词？所有的这些你说出来的词都做到了，你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而未来，这个年轻人一步一步，真的是把他所有的心扑在了他的事业上。那么到今天，这位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了世界有名的企业家。他的这个企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世界第2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大家随便在街头走一下，马路上跑的汽车，每5辆车里面有4辆车的玻璃就是出自于他的工厂。让我们掌声有请开讲嘉宾，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有请。曹总您好，好久没见您了，哎，您慢点。谢谢各位，请坐。对于曹总，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您还记得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吗？应该讲，我是从76年开始接触玻璃。接触玻璃，76年，我出生那年。85年开始接触汽车玻璃。平时生活中，我们家里面窗户啊用的，包括像这种地板铺的，这个跟您的企业没关系吧？没有关系。您就是专一做一件事儿，就是汽车玻璃。没有错。同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史，每一件事情都看过。那刚才我问好多现场的年轻人那个问题，我说你们能用心组出什么样的词？据说是当年您小的时候问您的父亲。我爸是跟我这样讲的，他说要用心做事。那么你用心，你去有空去数一数看，你有多少心？在创业很忙的时候，空余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去数了我的心，从恒心、决心、苦心、忠心、诚心，那这样数下去，我把它写在纸上面呢，
列出来有20几颗星，就是对着这个星，我有几颗现在，那还差多少怎么补的问题，这就是学习。我想这只是曹董事长在今天开讲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有意义、有启发的故事。那么您的故事太多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您，有请您为我们的观众开讲。面对着全国的青年才俊演讲呢，确实有压力。那做呢也难做呢，因为我是企业家，讲什么呢？我只能讲故事，而且不能讲过头，过头了人家会认为我在吹。因为我今天呢跟大家共享呢，就是民营企业我们40年对国家的贡献和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帮助。讲一个我最早的故事给你听。78年改革开放，我今天顺便再跟大家共享一下。我见过改革开放78年那一年呢，是用什么东西都凭票，布票、粮票、口罩票、火柴票、香烟票、酒票，没有一件不票的。邓小平同志当初在这个时候才提出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只是农村先开始，九江村的那个年产承包制，解决农村吃粮的问题。这个一直延伸到83年，83年的1号文件里面有一个条款，允许乡镇企业亏损的可以包给个体户经营。因为我76年回到高山玻璃厂去当承包员呢，这个厂呢是一个乡镇办的，讨了10几万钱里面，从76年一直到了82年，就是6年时间换了7个厂长，企业就是一直亏，那就包给我了。这个已经是83年的4月份的事情了。那一年8个月给我赚多少钱？赚20几万。因为我5个人跟他联合成一起包。我的合伙人呢，吵着要把钱分了就走人。我说为什么？他跟我讲呢，你是傻帽。因为那时候一个人分1万8、2万块是很厉害的钱，相当于现在几十300万钱哦。他后来跟我讲啊，这里有一句话叫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他们拿着钱真的走了。84年剩下我一个人包，当年就给我赚了几十万钱，让我坚定的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是真的。这下我们那个镇上的人眼睛红了。我在想呢，我们企业家要不要自信呢？后来我慢慢去琢磨去研究这个东西，发现成功必须要有自信，没有自信的永远都不会成功。我总结出我成功里面的有4个自信。首先必须坚持有政治自信，先学会相信。你如果不相信政府的伟大、国家机构的权威，整天那种焦虑，你没有办法混下去的。当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人卖了几十万辆汽车给中国，苏联也卖一批，整个中国变成汽车的万国博览会。他一部车卖我们几千美金，他一片玻璃可以卖你2、3千块美金。我看了，哇，这太好赚钱了！你等于欺负我们中国人不行。后来上海耀华的市厂长跟我讲，曹德旺，你这个体户可以去做的，你看他一壶抹去做几百片，做完以后呢，拿到全中国去卖，不就赚钱了吗？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赚钱排第2位。我认为这个东西中国人必须做。我们13个股东投了600多万钱给我，把它做起来，到今天。中国古代人讲的是3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有正道啊，商有商道。当老师的也在讲4道。那3道是什么呢？必须坚持一种原则。那敢做敢当，这个把责任担待起来，那么能够在社区里面形成的一个影响。那是1987年我跟人家合资完以后呢，按合同规定，他接受我9个人的会长培训。那时候呢，什么背景呢？
1块美金换1块8人民币。批文出过的时候呢，一个人一天有70块美金的住宿啊、伙食补贴都在里面。国家政策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说你节省了微回在外面买东西回来，那就给你免税了。比如手表买1块了，小的收音机买1架，如果凑起来大家买一个大的收音机，也给你免税。因此，所有带队出去培训的人呢，大包小包你说吃的东西，他说他们都要带厨房的环境，因为米带出去自己煮。那么到国外的时候呢，就会要求供应商呢，请他吃饭了，带他去玩了，钱可以省得拿回来。我把那些出国培训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我跟他讲，我们非常感激和感恩政府批准我们出国，一个人70块美金，济南够了，我们就不要出洋相，在洋人面前丢人现眼，我们把这些钱就用了。不愿拿回来，在国外，外国人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知道叫我们是中国人。维护国家的国歌，中国人能够是靠每一个在出去的中国人去努力。因此我跟他讲，我们在海外的言行举止，要必须让人家夸奖你。我们出去总共培训是28天。到第20天，我们接到他们通知，泰鲁门的主裁要请我喝酒。他那天晚上是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第2天呢，李振华跟我讲，老板说他在这里看到将来为中国人做玻璃的人，于是我请他吃饭，给他喝酒。这句话永远伴随着我，我把它作为经历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最大的奖励品。你说你要不要去维护国家形象？人家是这样看你的，明白吗？那么他还交代下去，他实验室里头有一台设备，他说这个曹先生拿回去的话呢，会有很好的效益。看完以后，我说确实很好。这个拿回去的时候，因为我做维修市场的产品的话呢，模具省很多钱。问他多少钱，他说180万，我说买不起，太贵了。后来这个集团特批的108万卖给我，我那台设备呢回来后呢安装下去，几个月时间把整本钱收回来，那确实是效益很好。那取得这个业绩的，就是我告诉员工要去维护国歌，不要出尽洋相。意思说呢，你们将来这些年轻人的时候，真正想成功的话呢，你要看到行为、格局、形象非常关键。第3个自信，就能力自信。02年，美国跟我打反倾销官司，当初呢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中国我的同行业运出去乱卖一通。其实我自己知道。因为你做一个出口美国的产品，你必须尊重它。02年被起诉了，美国认为呢，这一次逮到我了。结果他的工作组进我的公司的时候，去看我的时候，我们计算机系统打开，你看什么？打开给你看，这里的财务制度是非常完整。一个包装箱用多少木材，多少根铁钉，这铁钉是多少长的？1斤多少根？我有这个数据给你。他根本不相信我们做这么细，带你去车间看包装箱，没有想到我原来学会计学的那么及时。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76年进这个厂，到83年我承包的这7年时间呢，大多数产出福州，没有事情干的，读书的、图书的，去学做会计。我后来发现了，这个把会计制度建立完整是非常美的事情。后来在我们87年办护药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升级会计制度。到了99年，我就用了奥瑞卡系统做一个我们信息集成那个数据的这个报表的时候，都是有那个说的。会计工作呢，对企业是起到很大很大的帮助。
企业必须把账做完整。一，向国家交代，我总共卖了多少，赚了多少，应该交给你多少税。二，我向银行交代，我会跟他介绍我的整个经营状况，这个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第三，我向我的股东交代，我们的钱在进来的时候呢，用在什么地方，现在还剩下多少，赚还是亏。第四，作为自己对自己的时候呢，能够显得更加自信。只要我把账做清楚，我自身干净，我没有刁你，就没有东西捡。那么这样的度过那一阵子难关，就是我们摆平了这个环境之后。我跟美国人讲，中国是我的祖国，孝养父母是我的天职，尊重客人也是我的天职，我会遵守你的规矩。我自己的心愿说，我是中国人，是民营企业，我愿意做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大使。我在这里的企业，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来参观，这里也展现出我们中国企业的素养和水平。有的人说：“哎，台湾没有文化。”我说 ：“No，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文化。文化跟知识啊，是道跟术的区别。你学的会计、计算机应用、机械设计，各种专科，这是术；文化是道。讲不清楚，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无处不在，好像雾化在空气里面一样。”你是要长期的自努力、自淀、沉淀它，能够误导他们。因此，你真正有文化，看问题就可能就不一样了。因此说呢，做企业呢，必须具备有文化自信。文化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修行，是一种修炼，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当然也需要技术专业的支持。起心动念呢，就正如我爸讲的一样，决定了你的结果的方方面面。我从开始做汽车玻璃，从开始建厂，我立志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我跟我员工上课讲，这一片玻璃，让中国的都用上，用得放心，用得开心，这个质量好，便宜才可以达到。这一片玻璃让我们卖给国际上，无论是用去推销、展销、促销的方式，能够展示出中国人的智慧跟水平。高盛的这个亚太的董事长总结过他，你是我见过最自信的中国人。我说是，好像是，努力做到，不是努力，就保证做到了敬天爱人。做到不换天条，不换众怒。天条我绝对不会换，众怒就不落民怨。所有的员工也好，社区各界也好，对曹德旺评价都很好。怎么样？就是我一生的宗旨。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谢谢，各位请坐。首先告诉大家，曹董事长也72岁高龄了，今天给大家还年轻。但是我们听您的开讲，确实感觉到您的这种大气磅礴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就是很多世界风云在您眼中看起来都是风轻云淡。但实际上，这背后，可能您也是一直在关注着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风云变幻，因为当您的企业成长到这样一个高度的时候，世界上可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也许在某些意义上来讲，和您企业未来的发展都会有关联。对，是这样的。所以您跟年轻人说话特别注重，就是帮助年轻人打开你们的视野和格局。就是我们的记者在跟曹老这段时间的接触当中，感触太深，说您这个视野特别清晰。我说那当然，做玻璃的
视野能不清晰，看很多事儿非常准，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矛盾点。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场也通过央视网进行了图文直播，有一些网友给您提了很多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网友的问题。我们先来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这个网友给您提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这个哲学意味，人生3个阶段：生存阶段、生活阶段、生命阶段。请问曹总，您是如何进行过渡？我因为没有读书，没有那么严谨的分，但是我认为活下去是硬道理。我妈以前跟我讲的，要做有骨气的人，群着独善其身，富者兼济天下，必须做到。因为你在这里做生意，想饮酒做，最好这里地方要稳定。如果贫富两极太厉害了，打起来我们就没有生意做了，听懂吗？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生存哲学。我觉得您其实解答了刚才这个网友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其实人生的这几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不停的发展。现在你这一代人比较娇气，我那一代人，那是吃2餐是正常的。我这代人不娇气，他们这代人比较娇气。我们吃2餐是正常的，但是群开心的是非常开心，他不会为了这个没有饭吃在那边哭，没有这个概念的。就任何时候对生活充满热情。你们这些啊，生活比较娇气，吃不得苦。我是70后的人，这现在坐着您面前的，这都好多是90后、00后，我比您也小不了多少。我可以这么说，我小的时候就社会还没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一直是到大学毕业，差不多才开始感受到你们现在熟悉的这种生活，整个中国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当然，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物质文明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同样提升。接下来，时间留给6位青年代表，江雪。曹总您好，小撒哥好。曹总，我看到您之前的经历，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在往经营企业这个方向做，反而是做了一些大家很难想象到和一个企业家有关联的工作，比如说做过玻璃的采购员，比如说还卖过水果，支过小摊儿，还在那个农机站给大家做过技术指导。您觉得这些经历对您现在有什么影响吗？有影响。我看那个谁写的关于康熙大帝的总结，他说康熙大帝的少年好学，青年苦学，中年是剥削的，晚年是通学。那不管学什么，所学到不断的年龄积累、经验积累完以后呢，一通百通。我还会很多东西，我会开汽车的，会插秧，会种菜，很多东西我会炒菜。我想有一天如果没有总经理、董事长当的话，也可以去当厨师，也可以。所以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做到从一个普通的背景变成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企业家呢？哎呀，我曾经在1987年的时候呢 ，IBC 银行的总裁经常来看我的时候，我问他，我当总经理行不行？你说？他说你当得很好啊。我说好在哪里呢？我问他国际上总经理都是什么样的人当？因为他跟我讲，国际上总经理呢，大的公司大多数是 MBA， 我叫他帮我买有没有中文的教科书。我看完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正在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好处。因此呢，第一家商学院呢，我跟厦大捐赠，在厦大成立的。我跟他讲，这是3届的幼儿园。为什么说是幼儿园？就是很浅的东西，都是在管理术上面的层面。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经营管理，经营就是道，那管理就需要术来支持他们。你不懂得道，你对道一点无门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那个就是经营啊。经营是没有规矩的，那个是想象的。你行吗？你不行，你就不要去碰。因此，我跟年轻人建议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事没有事，你去往专业主学校上面找出来了，先去企业工作，找适合你
专业的部门去对口，先把你的所学从理性向感性转移，变成手艺。那么若干年以后再检讨自己，我做的好像很行，比那我老板都行。张鑫，曹总您好，小撒老师好，我叫张鑫，来自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其实我现在做的课题方向也跟玻璃有关，我做的是一种熔石英玻璃，它是运用在军工领域的一种材料。曹总，您是执着于汽车上面的玻璃，您为什么没有把您的玻璃的产品拓广到更多的领域呢？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门窗上的玻璃。这个跨出汽车玻璃就是跨行业了。跨出汽车玻璃就跨行业了。对，但在我们外行人看来，感觉玻璃都一样嘛。汽车玻璃和这个普通门窗玻璃，那我今天跟你讲，从经营上是这样的。那是1995年的时候呢，我在美国投资，原来的想得很天真，认为中国做的玻璃，我卖给美国人1平方才卖他20多块钱，美国人拿进去那个批发都50几块钱，零售卖了100多块钱。那我也来在这里盖一个仓库，把中国玻璃运过来，在这里批发。结果呢，95年就定做了，96年建成了，97年、98年，2年给我亏了1000多万，亏哭了。那时候1000多万美金，不是人民币1000万美金啊！你认为啊？后来呢，怎么会呢？我们就请了美国的咨询公司帮我咨询。他跟我讲呢，你这是跨行业经营，因为这个呢，在美国是定位为服务业，是保险公司做的，保险公司赔偿客户的在这里做。你现在在这里批发的破车是随便开的，不保险的，它热量不大，一种玻璃只有几片啊。他问我能不能够把玻璃拼装，一个箱装好几种玻璃。他说你现在是分销毛病，你运到码头，码头运到仓库，仓库再把它打开，箱子不能用，重新买箱子，全部没有了。你在中国这些都做完了，一箱可以装5、6个品种的时候，他给你订5、6个品种，你装一箱，直接放到他仓库里头去，这些不是都省了？哦，我认为是这样有道理啊。他说这个叫直销，那么你改变个方案，把分销改成直销，你就赚钱。99年就把那1000万给我赚回来。就是可能做的多不一定好，做的精而深才是最好的。前一段时间有则新闻，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先生是从 CEO 的位置上卸任，然后把教鞭是传给了他的手下。但是呢，您还是奋战在第一线，您是对您的手下不放心吗？我如果对下面不放心，或者对谁不放心呢，我就直接走开。我今天很自豪地告诉你，早期为了温饱，赚2片钱养家糊口，混到不行。到了这几年，根本这些不是我做的事情，再赚的钱它不是我的，我自己养老的钱都已经足够花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国家培养一个企业家真正会做事的，那个代价不是说用1亿、2亿来算的。我认为呢，应该要去践行这个心愿，不要轻易谈退下来，坚持在第一线，像蜡烛一样的把蜡烧光了再说，你听懂吗？因为这个才叫做奉献。如果我现在开着我心爱的飞机到处去玩，那是不负责任的，那就不会受人家尊敬。你鼓掌也鼓错了，知道吗？我跟你讲，真的，刚才曹总说的和某些年轻人想法恰好相反。不要跟曹总谈动力，曹总的动力就是不退休。从我理解，培养一个企业家，国家付出的代价呢是太大。我也不是一出来就这样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比你优秀的人，同时比你还努力。一位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依然没有停止他奋斗的脚步。那我们作为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真的感谢您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大彻大悟。你现在也很了不起啊，在清华大学，在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地方，所以不要辜负了这个位置，也不要辜负了这样一份学习机会。加油！下一位。曹老师您好，小撒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是在网上有名的一个
青年创业者。就是您刚才的演讲中有提到有自信，然后我就很困扰，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自信，因为我做的产品是传统的食品，现在好多的创业者，大家都是做什么互联网呀，做新媒体啊，做新能源，然后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卖猪蹄的，我就总觉得有点小丢人。我就想问一下曹老师您最开始在做玻璃的时候，您有觉得丢面子吗？你想知道吗？想。我跟你讲啊，马戏团啊，收演员呢都是街头收的，还有欧洲那个歌剧院百老汇，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角色登场。你会觉得他演这个角色的人很下等吗？不会，没有下等的职业，只有下等的人。我经历40几年的改革开放，多少诱惑条件给我，我跟他讲，我不是那块料，我不嫌我的舞台小，因为我的演技就这个水平，个子也只有这么高。您是作为咱们中国最早一批创业者，我听我父母讲，他们那个年代是很少有创业者的。当时就是我爸说他也想做点小生意，但是我妈就特别反对，说我爸是投机倒把。我就想问曹老师您，就是在您那个年代，创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那一年代走过的路是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踩出来的，很扎实，很坚实。那些创业者，你不要小看他。我曾经在清华 EMBA 讲课的，里面都是他学过来的，对吧？你的8条语我做下来，会计总监、财务总监、证管部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监、财务都会，销售我销售跟采购出来的，就对雄伟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开始我就这样为自己设标准，我现在做到了。表面说我是全球第2大，我很自豪地告诉你，全球第1大汽车玻璃厂——福耀集团。于超，曹老你好，小曹老师你好，我是在华尔街纽约证交所的一名财经主播。曾经有一次节目就是我们采访巴菲特，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这一代青年人，你还会见证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经济的兴衰和起伏。如何去做出你自己的预判，并且就是做出你自己的最快和最优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您在这种大大小小这种起伏啊、转折点，您是怎么提前准备好？就是巴菲特先生讲的，有前瞻性，可以预知未来。他怎么预知的？不是到寺庙烧香磕头，是通过现象来排的。像福尔马林跟水给他倒进去了，他就马上就嘟就挥出来了。那就知道福尔马林不能够加水了，对不对？企业家必须有文化呢，你必须懂经营，懂战略决策。那您质疑过自己吗？那当然了，很自豪的说百发百中的，因此那当然没质疑过。为什么呢？你如果决策不是常胜将军的时候，部下不服你。2006年早上上下班的时候呢，收音机上听到的广播里面的贸易摩擦呢不断加强，人民币汇率可能会自由汇兑，那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在建项目抓紧收尾；第二个，停止一切扩张性的再投资；第三个，至少清理应收账款；第四个呢，减少库存，把无论产成品库存、材料库存呢尽量压缩。第5个呢，关闭那些会有产生亏损的企业，还有第6条，就是推动经营管理，请为国的专家进驻福耀，帮助福耀提升。那么这个政策出台湾以后呢，有4条腐化生产线，这个又关掉了。4条腐化线关掉要损失20亿以前啊。那么这下他们推软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关闭？我跟他讲了，一定要关，关可以把根保住，保住这个大伤，不关连伤这个会给他出没有了。结果08年的危机很短暂，是08年的9月份到第2年的6月份就结束了，第2年就开始赚钱了。福耀现在没有负债，
很开心嘛。今年业绩比去年同期刚刚公告的增长52%，因为没有负债就不需要付财务费用嘛，就这里给我省了5%下来了，因此这就是成长性换来的，你知道吗？而且我向国家交税交了100多亿，那我要把个人自己的股票拿去捐给慈善机构，也捐了100多亿。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真正为社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说是不是？是这样的，感谢您的分享，谢谢。下一位，曹老师你好，我是裴龙飞，我是回国以后开始创业，一开始做了一个贸易公司的话，当时不知道应该销售什么，后来的话，我们对。当时的创立了公司，但不知道该卖什么。当时万众创业嘛，当时先注册下来，后来去做了一些矿石的贸易，在云南的话承包了一个矿山。当时承包了矿山工厂以后，发现矿山的品质有假，包括环保因素啊，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的话，对于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去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呢？我刚刚跟你讲，企业家必须具备有文化自信，这是起点。文化自信就是首先有经验积累。那些道上面的经验，就有术方面的，就是你的专业素养。然后你做了这些东西完以后呢，这个后面一道再跟着走的就是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谁都不可替代，连父亲母亲都不可替代。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不知道你这个道有多深啊，术有多壮。现在呢，经济确实很多企业很难受。我倒是劝企业家们呢，自己检讨和反省自己。你首先要去做这东西，你还没有弄清楚，先注册一个公司，那再去调查，那你说你会好到哪里去？因为问题出在自己头上。和你的做法是怎么做呢？你要想办个企业做什么呢？像他卖猪脚，首先我这个猪脚跟别人的猪脚差别在哪里？猪有很多品种的猪，那一种的猪脚好吃，吃猪脚的是那一个人群，他的爱好是什么样的味道？要不要加糖还加蒜？那么他喜欢在哪里吃？在家里吃还是在办公室吃，还是在他那个餐厅里面吃？因为你是新手啊，不入门，等你入门呢，还有待岁月。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你们马上去创业，最好先把所学变成所能，以后根据职业所能掌握的道跟术，再来看要不要办公司。你不是这样一脚踩进去的话呢，那当然是肯定陷在里面。曹董事长对年轻人的爱，就体现在他跟你说真话。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出问题完以后呢，一骂政府，你那个不来救我，我跟他讲呢，我们这些人，这些企业家，在中国的精英团队里面算是成员之一。这一组包括是白领也好，机关公务员也好，包括我们加起来不到1亿人。这1亿人，我们身后还有站着12亿人，你知道吗？我们等国家来救呢。那一帮人谁救他？你跟我告诉我那一帮人谁救他？你跟我冷静一点，自己救自己吧。万丽，曹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建筑学专业的研究员。那我10年之前就开始做一些农村的工作。那当我做志愿者的时候，有的村民就会跟我说：“你们那么有钱，你给我这一点钱也不会怎么样嘛，不算什么嘛。”我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我们又出人又出力又出钱来帮你们做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合作的是这么坑坑洼洼呢？那过了几年之后，当我又回到农村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科研专家的一个身份，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帮村民把他们的土房子盖得更安全、更抗震、更环保。合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大家的心态都有了转变，那我们合作起来就非常顺畅。那我想问的就是，曹先生，您也做了这么多的慈善，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做的？要做好慈善呢，第一件要去弄清楚一件事情，最关键的，做慈善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因为只有
两极分化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后呢，社会就才会稳定。中国的古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大善为官啊，小善为慈。”我们做慈善都是小善，那一点点的善。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对退休的两夫妻寄了很多求愿的信。他有一个女儿，他说7岁的肾炎，31岁，现在医生说要换肾，没有钱。他说：“你不能够帮我一下吗？我只有这个女儿。”办事处主任跟我讲了，你管这个显示换肾很难获的，获不获另外一回事。你安慰一下老人，你先去看有没有这事情。后来晚上答复有，我出钱帮他换。他说，肾病大多是困难的人，他换完肾钱没有了，看排异后术没有做，因此他会成活率低一点。他有那个排异反应啊，我电话又拿起来，通知护照办事处，告诉总院。后术3年看排异一起做，就是我负责，可以了吗？3年一场就过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上班的秘书欲言又止，我说干嘛？什么事情？他说刚才总院来电话。我说说什么？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他说刚才总院来电话。我说说什么？他说你会生气。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那个女的门口碰到医生，就把她叫停，干什么？他说你给我开一个证明给曹德旺，证明什么？他说我还需要看排异。他说你不是药挺得好好的吗？还要什么看排异？他说你不就开医院卖药吗？你管他，曹德旺有的是钱。他说你是流氓，骗子。我马上跟曹德旺打电话说你在骗他。你说你受到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秘书等着我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个怎么处理？我现在弄清楚他为什么会生病，这样处理就不解决了。因此说呢，那个是修行，修行路上，吃一点亏没有关系的，这都是正常的。谢谢您，曹老师。我记得，以前看过您的一个访谈，您在里面说到，做慈善不是捐钱，做慈善呢就是做人。其实呢，很多人不是需要钱，可能只是需要一句鼓励。所以说，就算你没有钱，也有很多种的方式去做慈善。虽然我现在在做是科研的工作，但是我也用我的方式在做我认为的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功德比我还大，才是最没有功德，因为你用的是法师，用办法来救助人家。我觉得我们今天一起坐在这儿听曹德旺先生给我们开讲啊，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个趋向标准的回答是什么。但今天我们听到，其实曹先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定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也并不一定是我们大家平时在聊的时候共同去选择的那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真诚地反映了一个企业家在过去40年当中，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来，他的思考、他的认识和他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前瞻。有一个观众的问题，我留到最后问您。您认为，直到今天，您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企业家，还有哪颗心是您没做到的？那些心应该我都具备，但是我认为呢，都不能够做到极致，尽我满意。我还要进一步努力，去完善、去提升自我，来坚定的完成我爸对我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还有一颗心要共同坚守的话，可能就是初心。我立志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我们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政府形象。遵守政府所有法律法规作为我自己的底线，坚持在第一线，像蜡烛一样的把那烧关了再说。